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现在我们要去探寻的呢，是一座修建于清代的废弃古堡。关于这座古堡啊，我在网上呢并没有查询到太多有关于它的资料，只是偶然间呢看到了有一篇县志的记载啊，对这个古堡呢有一个简要的概括。大概就是说，在古堡里面呢，有佛龛，有古井，而且有一个神秘的地下通道啊，通向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的区域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堡？它里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今天我们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像我们沿着这一条蜿蜒的小路啊，再往上走，周围是石板梯，还有这种杂草林，真是不太好走。刚才在下面的时候，就找村人啊打听到了这个古堡，已经有100-200年的历史了。最早是在清代的时候啊，由一个大地主修建的吧。后来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啊，这个地主就人去楼空了。然后在民国时候呢，这里被改造成了一个军事要地。主要是防周围的一些土匪啊什么的，然后在和平年代呢，就分给了当地的民居吧，慢慢的就废弃了。不过废弃以后啊，时常就会从这个古堡里面呢，传出一些哭泣的声音，这还真是蛮怪异的。你看，我想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古堡了，哇，它就在那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城墙都能看得很清楚了，是吧？走了蛮长的时间啊，没想到这座古堡啊，它竟然就隐藏在这个森林之间。就在这里了，哇哦！目测这个古堡啊，它的高度呢大概有10几米高吧，周围啊全部是用大石块垒起来的，如果不注意啊，真是很难发现它竟然就隐藏在这一片密林之间。你觉得这看上去啊像什么？像一栋城堡一样。欧洲的那种城堡吗？但我个人觉得好像有点像那种石寨子，或者就是一个古堡吧。你看，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啊，现在依然保存得特别的完好。不过在周围啊，你看那边全部都是杂草林，我也不知道能否走过去，因为上面这个门感觉像是关上的。那我们先用无人机啊来看一看这个地形吧，了解一下周围的情况以后，我们再做打算。从空中来看啊，它和那种方形的古堡好像还不太一样啊，这是一个类似那种三角形的古堡吧？三角形的古堡，没错，而且中间好像还有一户民家，但是那个民家多半都已经废弃了。不过你看旁边啊，这民家旁边那是什么？应该是个阶梯吧，好像还可以下去。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个密室暗道吧？看了一圈啊，这周围全部是茂密的植被，所以应该只有这一条路啊可以通上去。但是我刚才发现啊，这边还有一些东西。哇哦，没错，你看那个石壁那个地方，还有一个洞啊，我过去看一下。看这里还有什么？像是个坑一样，蓄水池吗？而且这里啊，被这个瓦片挡住的，这应该是一个水井吧？看一下，哇，果然没错，是一口井。大概有3-4米深吧，关键是里面啊还有水。以前村民啊，应该就是靠这个水来生活吧。你看，这里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重檐，哎，是一个5重檐的楼牌。这个楼牌应该是一个小庙吧，像一个土地庙一样。土地庙啊，上面还写上了，已经非常不清晰了，刻的什么“有求必应”吧，应该是一个土地庙。
不过你们有发现啊，如果是土地庙的话，这个土地庙啊，那可比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土地庙啊，那要豪华太多了。看来这真是以前的大户人家所住的地方啊，给土地爷啊都修得这么豪华。上面太高了，从这里没法爬上去。走，我们去正面看一下。这面就是刚才我们用无人机啊看到的那个杂草林了。一条古老的石板梯啊，就通向这一个古堡的入口。不过走上来啊，你看，突然一下开始下雨了，哇，这石板梯很多地方都倾斜了。你看，这过去的石门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木门，门是锁上的。但在过去，那个石门应该就这个地方堵住。看一下里面，哎，果然没错哎，那个地方还有凹槽。不过这门锁上的，但是我们走上来以后，你看，突然开始下大雨了。我们先下去找一个地方啊，避一下雨。哇，这一走到古堡啊，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，突然开始下雨了。刚才还这么晴朗，阳光明媚。每次一来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啊，哎，总会遇到这个变天啊。哎呀，但这个门啊是锁上的，周围还有一些精美的一些浮雕，还没来得及看啊。我们现在这里站着避一下雨吧，等这个雨稍微小一点以后呢，我们再想办法上去看一下。哎，带伞没有？没有。而且我们又不能下去啊，因为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！啊，真是进退两难。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，你看，太阳都挂在天上了，就开始下雨。天气说变就变，哎，非常的热。看着周围。好吧，那我们待会儿见。这个雨啊，越下越大，那个风啊，把这些竹林吹得，哇，感觉都要倒下来了。我们已经在这里啊，等了半个小时了，依旧是大雨啊，越下越大了。现在雨稍微小一点了，哇，下了40分钟的雨啊，全身都已经淋湿完了。哎，走，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，稍微注意点，这个石板梯啊，刚刚才下过雨，所以比较滑。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倾斜了，这就是过去啊100多年以前的古老的石梯哦。拱形的石门，最上面的那个门楣上面啊，好像还有一个石匾，不过里面的文字呢，全部都已经看不到了。但是你看周围刻的那些龙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有5只龙啊，真是蛮霸气的，说明在过去啊，这户人家那一定是名门贵族了。上面好像还雕刻的是蝙蝠吧，是对称式的蝙蝠，旁边还有葫芦，这边是宝剑，哇，这真是福到归来啊！底下左右两边应该是对联吧，而且这个对联啊，还是在石头上面雕刻的哦。来，我们来读一下，能读懂吗？这最上面什么字？关字吗？是。关门来，紫气滔滔，世道入山高。这面什么？这个读什么字？钱字吗？是不是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前地避风烟，面，这是面字吧？面面俱圆，此时好。哇，
读的有点结结巴巴的，我稍微读快一点啊。前地避风烟，面面俱圆此时好。关门来，紫气滔滔，世道入山高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一个聚宝聚福之地吧。但是你看这个门啊，现在却是一个木门，在过去是那种石门，而刚才我们看到里面还有那个石槽，所以应该是防止那些土匪啊，或者说是那种当时的那些战乱的时候吧，当时来打劫的时候呢，可以有效的防御。而现在已经换成这种木门了，不过这个木门也是锁上的，但你看这个拱形的上面呢，却有一个空间。刚才我们看了一圈啊，这个古堡呢，唯一能进去的地方，可能也就只有这个上面了。要不我们翻进去看一下？稍等一会儿。这里面啊，全部都是石板梯，而且长满了青苔，里面感觉已经是杂草丛生了，有很长时间啊，没有人住了。看来要进去啊，就只能从上面的那个孔洞呢，这样翻进去。这里是没办法进去的，而且周围你看上面啊，又开始刮大风了，旁边在打雷，我估计很快又要下大暴雨了。那我们还得抓紧试一下。哎呀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，总算是从上面呢下来了。刚才啊，帮助这个小厮，你看我手啊都划破了。早知道，哎，我就自己单独行动了。还好我比较轻啊。比较轻啊。你看这里啊，就能看到有钻轴、石槽的，说明在过去啊，这个石门一定是非常的坚固，所以可以起到很好的防御的作用。石壁特别的结实。这里还有锁。这个它里面的，你看石板梯，上面长满了青苔。哦，在过去啊，它这个石门呢，还不仅是一扇，你看在这里还有另外一扇，上面还有这种石柱，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水表啊。这就是一个古堡的内部了，你看这周围已经是荒草丛生了，而这一面呢，就是刚才我们用空拍机啊看到的这个老宅，看上去还是比较的古老。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啊，这上面呢好像是新搭的一个屋顶吧？应该是要把它保护起来吧？保护起来啊！但是我们从下面上来啊，你有看到文保牌吗？没有，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个古堡的介绍。所以这就像是我开始啊，在那个网上说到的，没有任何关于它的介绍。看这个水呢，哇，打不开，没有水。那是个水池吧？旁边这里吗？这应该是一个蓄水池吧？不过已经比较的臭了。像这样的古堡啊，在过去应该是比较出名的，但是什么原因让它默默无闻呢？这里还有一把锈拙已久的剪刀，看一下能不能打开。哇，还可以。周围这些应该是农田吧？不过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。对，没错。看这个老宅，有人吗？哇，里面锁上了，打不开。
这里有窗户，看一下。哦，里面是一个卧室，看上去还有八仙桌、风扇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不过我感觉到那个窗户上面啊，竟然有一堆纸钱，还有香烛。不过祭拜的东西呢，应该是早已经拿走了。感觉在这里面啊，已经封存了很长的时间了。看这一面，这同样有另外的剪刀，还有一些农作的工具。哇，这里面是一个卧室啊，那个床上面一个红色的毛毯，旁边还有朱红色的柜子。看这面，房间并不是很大，大概也就是10几个平方米吧。像这种过去的老房子啊，它可是没有窗户的哟，所以所有的那些灰尘啊，还有虫，全部都进去了。你看这一扇木门，你感觉看上去像什么？就是普通的木门呐、普通的木门，有没有像那种关押犯人的木门？哎，你别说，还蛮像的。有一点这种感觉啊。这里边感觉像是一个厨房，一个八仙桌、长条椅，还有一些坛子啊。厨房的用具吧，不过这些门啊，全部都是锁上的，没法进去。看看那边，这边是另外的一个水池。这是一个什么？冬瓜吗？南瓜吧。南瓜啊，这么小。石磨。你这水池啊，非常的大。而且那个地方还有阶梯，难道这过去是一个游泳池吗？我估计这个水深啊，应该得有2、3米吧，完全看不到底，钓鱼都可以了。这门也是锁上的，那个窗户，这边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窗户好高啊！看到有什么东西吧？确实啊。太矮了，看不到里面。这是它的后院呢，周围堆放了很多的柴火。这边看一下，哇，好多蜘蛛网。显然啊，在过去它的这个房子啊，是用水泥给它堵住了。在过去应该都是门吧，但不知道为何要把门堵住啊。那一面。都是一些石头垒起来的一些东西。这还有一个水井，还是地下通道，都不知道。现在已经是灌满了水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下面吗？会不会是什么暗道之类的？因为现在被这些石头都堵起来了，看，也不知道下面会不会有什么暗道之类的。你看这么多砖块，只是过去啊，这个老宅的砖块要把它拆掉以后换的新的。这里还有一棵老树，小叶榕。你有没有发现走了一圈啊，并没有看到这一户人家的卫生间？哎，是的，这有可能就是过去的卫生间了，简易的卫生间吧。2块石头拼上的，因为本来就只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嘛。
这是柚子吗？哇，嘿嘿，发财了哟！在这里来当一个农民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又有果树，还有农地，而且过着清新淡雅的生活，与世无争，与世无争啊！那上面这里还有，这个应该非常的酸，新的，对，没有熟。看这个够不够大？跟你头一样大了。跟我头啊，看一下，应该还没熟啊，但是有些呢都掉下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过去的那个城墙，每隔几米啊，这里都有射击孔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有观察口，或者说是那种射击口，在古代的时候就是用那种弓箭啊、长枪、火枪之类的，然后在这里看到了土匪的话就可以射击。不过古代人挺高的呀，因为我站在这个地方，完全看不到底下，这难道还要垫石头吗？或者说以前是挺高的，后来把这一层拆掉了吗？完全看不到底下，怪不得这里啊还垫了3块石头。你看，要这样啊，踩上来看，哇，这上面有青苔哦。哦，你看周围的风景，对面群山环绕啊，特别的漂亮。看底下茂密的树林，而且刚才我发现啊，旁边这里呢还有桃树，那个桃子很小啊，但看上去还是蛮诱人的。稍微小心点，这里就像是一个果园一样，不仅有橙子，还有桃树，而这里还有梨树吧？我现在发现，哎，这真是梨子！你看，这什么梨？我摘一个下来试一下。哇！来，给你一个，看一下。树梨。尝一下看，口感如何？擦一下，纯天然的。哇，很硬，这个皮子很硬，不酸不甜。那应该是很难吃。水也不是很多，看上去像熟了一样。但你看我发现旁边这里啊，你觉得看上去像什么？是不是像石头垒起来的一个什么东西？对。而且现在啊，用这些树条挡住的，难道是一口古井吗？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哇，非常深啊！我估计这个深度啊，得有7、8米了。我只能隐约能看到底部，可能是一个水井吧，应该不是一个陷阱，或者说是一个设防御的什么东西，因为在自己的这个古堡里面啊，不可能设这样的东西，很有可能是一个古井。你这天气啊，变化多端，开始闪电打雷，还下雨。现在出了太阳以后，感觉又在下雨了。去看一下那边，从池塘这边稍微小心点。看这一面通到什么地方啊？破旧的城墙，这里有南瓜，在地上，很小一个。
哇，这里还有碗，什么碗？应该是现代的吧？这里好像又有一口井，哇，好多的井啊！而且也是同样啊，很深，深不见底哦，在那个地方，不太像是一口井，有点像是一个什么地道之类的，但现在都被这些泥土啊堵住了。你看这里，这里又有，你那边也发现了吗？哦，我这里又发现一个，哇，好多啊！这边又是一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井？这里是不是没有地下暗道？这里吗？来，让我看一下，地下暗道吗？里面空间挺大的。哎，确实有点大哎，这个空间，这肯定不是水井了，因为这个我估计得有2米宽吧。但是里面现在也没法进去，因为它全部啊都被那些杂草林还有以前的那些泥土呢所覆盖了。所以过去我们说到的那个神秘的地道啊，会不会是在这样的地方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啊。但是有一点是，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弄错了，就是我们最开始用无人机啊看到的那个有阶梯可以通下去的呢，那并不是地下的暗道，因为那是我们进来的那个通道。所以最开始的时候，应该是小思看错了，是不是？小心哦，这里又有，哇！每个地方啊，就感觉像是陷阱一样。你看我差一点啊，一脚踩下去了。这里又是另外一个，现在已经被杂草啊遮挡住了，稍微走旁边一点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地井？这又不是北方干旱的那种环境。这边是另外的一个观景台，这边能看到名家，你看，稍微小心点。风景还是挺优美的，哇，空气很清新。过去的高度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高度吧，这样观察周围的环境。应该也是比较的容易的，所以我估计刚才那一面啊是塌了。好，走，我们下去了，稍微得小心点啊，注意那个地井。这里好像又是一个地井，小心点。这不就是一个陷阱吗？一脚踩下去的话就完蛋了。这里还有，嘿，好多啊！这里面是吗？什么蒸笼？看不太清楚啊。在这个古堡里面走了一圈啊，其实空间呢并不是很大，所以我感觉现在这个里面啊，更像是一个果园吧，或者说是一个蔬菜园。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水果，还有南瓜之类的。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，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防御要地，不仅能很好的抵挡外敌的入侵，而且还可以在这里啊保命吧。风景也是挺不错的，所以这也是典型的那种川东的古建筑吧，川东的古宅吧。对。那前面说到的那个神秘的哭声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那哭声啊，那个也是我看到的一个传闻，不知道啊，因为我们来了以后呢。第一是没有发现那个神秘的暗道，就刚才看到的这个暗道呢，在这里的，这是我们上来的这个阶梯，它并不是暗道。但是谜团就在于，为什么在这个古堡里面呢，有这么多的密密麻麻的像水井一样的这种
地洞呢，而且有些还特别的大，所以也不知道在过去那些是不是通下地底的暗道呢？所以这个也是只能是变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吧。那你觉得呢？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古堡里面，那我们的旅行啊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现在我们又得从这里啊想办法要爬出去了。刚才就是接这个小石啊，手都受伤了。早知道我就自己啊单独行动了。现在我们又得从这里啊爬出去了，走。